上万公里的隧道正在悄悄变老，裂缝渗水，藏在无光的死角，人眼很难发现。于是有人让机器狗背上无人机钻进隧道，给它做全身 CT。 它叫硅基二系生物。这一期白云说睡节目，让我们一起去认识它。唐总啊，我们上次跟您在这里交流隧道的钢套款加固是吧？到今天大概是10个月了吧，是吧？那么在这个10个月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技术再让我看一下，学习学习啊？是的，白老师，这10个月以来啊，我们这个研发部的同事啊，按照我们这个空天一体的这种硅基二级生物的智能体的这种理念进行了结合，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材料的实验性验证啊，我们建了一个可观性的一个水塘啊，也是1:1复刻这个隧道的这个模型来建立的，可以达到一个小样小试一个节点。第二个呢，又做了一下那个针对海外啊，针对现在这个世界这个零碳足迹的这种要求和能源危机的要求，我们在加大了这一个零碳足迹啊，利用光伏啊、直供啊等，使整个园区啊，就是实现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指数的这个降耗。第三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硅基二级生物的这个实验验证，弥补了我们整个单一机器狗和无人机的这种缺陷。去年年底，我们亚洲行去了中东以后，现在又发生了这个美以战争，直接导致的就是能源危机和能源效率的下降对未来零碳园区和零碳足迹的这个未来我们国家战略的碳达峰碳中和，我们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绿色生活我们有望在10周年的时候，我们实现绿色园区。具体的说，是一个您这个硅基二系生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是什么个内容呢？那我们等会儿去我精隧的产业研究院，我们俗称隧道医院，去实地看一下。唐总啊，原来这就是您说的硅基2系生物是吧？这个狗的体积还是不小，肚子里面装了不少的东西哈。那么它的上面有这个无人机，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器狗和这个无人机的它们的各自的工作的作用？好的，白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硅基2级动物的智能载体，我们俗称就是空地联合作战。机器狗和无人机的这种配合打破了我们单一工具的局限性机器狗抵近侦察的时候，无人机飞起，它会把这个人工巡检和地面单一工具巡检的死角问题这个完全收入囊中，形成这个实时的3维建模和数据同步上传。这个机器狗它可以在隧道里面这个自由的去避开各种障碍，同时它的爬坡能力可以达到25度。它不像我们人类在无光或者充满这个浓烟的地方，它这个巡检和识别能力比较差。上面背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体检箱，这个体检箱呢有多重工具其中有包含了3维激光扫描，快速的给我们的隧道进行全身的 CT。它生成的这个3维CT数据建模，能够发现顶部或者一些局部或者一些死角问题的一些微小裂缝渗漏水等常见的一些不易发现的一些病害，把这种容易出现的这种小毛病实时的同步的传递到我们的后台上去，减少人工巡检的那个漏洞和这个不易发现的误判。前面我们看到是硬件的一个组合，其实最厉害的是它的智慧大脑，我们实时就会传输到那个智能的巡检平台，它能实时的接收到的机器狗乃至这个无人机的
信号，把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像那个 H 片一样的传输到后台，由我们的 AI 医生完成读片和判断，给我们形成一系列的可视化报告。关键呢，实现了类似于公路隧道等这个无信号的这个精准定位，它可以也解决掉了我们的日常巡检中对单一工具的这种续航和这个安全系数的保障问题，可以替代我们人工进行作业，进行一些那个险重作业，为我们下一步救援和治理打开这个硅基2级生物智能体的新篇章。就是您有一根线连起来，其实是解决一个也不需要在隧道里面那个无线网络通讯的这个要求了，就通过线解决一个通信的问题。就是这个机器狗也可以给无人机发一些指令，是不是？对的，白老师，这个解决了2个问题，一是无人机的续航问题，这根线既是安全措施，也是电源工具线，安全气流多重工具，然后还有同步的2个的信号的传输，因为它的定位系统和这个狗的定位系统，它俩进行同步之后，它俩的建模就会然后它这个通过这个数据获取了数据以后，由机器口统一的送到后台去进行那个分析，是不是？对，它都是同步实时的。这个组合的效果能够比原来的单个的这个机器狗或者无人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使得它成为可能。我听下来我们这个两栖的硅基生物它不是说是为了两栖而两栖，而确确实实呢是让机器狗和无人机呢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让它们组合起来以后，使得它能够完成一些事情，原来靠单独的机器狗或无人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而这样的一种组合，使得我们一些多功能的一些服务都成为可能。唐总刚才我在现场看了，这个确实非常有趣一个机器狗和一个无人机连接在一起，各司其职是吧？这个发挥各自的这个强项，同时呢又通过线连起来，非常有利于后台的处理，是吧？这个很有意思的。然后呢，我就在想，你们这样的一套东西有没有在具体的项目当中，实施过呢？目前我们机器狗巡检这一块，在西安地铁9号线、苏州地铁4号线青岛地铁4号线等和武汉的地铁都有实验和验证。结合你们以前的对隧道结构的加固，那么我就在想，你这个公司嘛，到现在也10年了吧，成立了10年了。对。那么这个未来我们说未来的5年或者10年，你根据结合行业的需求，这个公司的发展以及跟那个同行业的合作，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是这样的，白老师，我认为对这个行业呢，还是要发挥这个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就各负其责，类似于华为这样，就是把头部的一些企业我们集合起来，打造一流的技术和一流的服务商一流的集成去赋能于现在的轨道运维，无论是国内还是我们走出国外，像这个巡检治理相结合，治理和报告验证相结合就比如说白老师您的联营咨询在海外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这个我想的话就是把整个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类似于我们在加工领域我们在这个材料验证领域，我们做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和互补把有现场的问题到现场的检测，到模拟的验证，到交付的结果，到未来可持续性的这种验证和这个观测检测把整个产业链形成那个闭环管理真正的实现它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数据链和资源链的共享。我听下来就是未来的话，你非常也愿意
比如说和一些咨询单位啊，和一些仪器开发商啊，就是组成一个针对项目的一种合作，是吧？对，然后的话，在这个合作在拿到这个项目之前，就先有一个合作的模式，各自的责任利益，是吧？这个都界定得很清楚。那么让潜在的客户的话非常清楚，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隧道运维的这个一个从检测到鉴定到修复，一直到最后的成果总结，都是有这么一个团队联合的团队一起来完成。对，是不是这样的？对，我感觉到这个想法实际上也蛮好啊，不要就是专门去组织成立一个联合体的公司，成立一个公司成立容易啊，这个以后关门也很烦的。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既就是说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对啊，同时呢，这个也不要那么繁琐的去专门去为这个成立公司。我感觉到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承包商做工程啊，有的时候不是为了一个项目，不是专门组成一个联营体吗？对，项目结束。这个也就没什么，各做各的事情。有了新的项目，大家就按照这个模式再去合作，是不是？对，这个一个想法，我感觉到也挺好的。我们确实以后可以考虑啊。对，好的。今天其实我们谈了蛮多的内容啊，除了这个你的这个新的技术以外，以及我们这个未来的想法。我个人认为，也许我们这些想法对我们这个白银说税的这个听众啊，也会感兴趣哈。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聊到这里，让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